Hello，大家好，我是阿木实验室的姚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无人机快速入门这门课程。为什么要出这门课程呢？从我自身的角度想来先来讲一讲。在我初入门无人机这个领域之前呢，我在网上查看了很多资料，发现网上资料真的是又多又杂，而且不容易上手。现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对于无人机从理论到上手操作这么有一个全套的入门课程，有的也只是分开而来，要么呢就是纯讲理论，而且讲得很高深，并不给你工程落实，要么就是只告诉你如何简单粗暴地进行上手操作。而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接触过无人机的人能够快速理解有关无人机的基础内容，哪怕他不懂 C++ 和 ROS， 哪怕他不懂编程，但是这门课呢就可以让这一类人呢能够进行一个快速的上手。这门课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能够让零基础的人可以短时间内听得懂基础内容，而且进行上手，进行简单的一个试飞操作，进行自主飞行啊等等飞行任务。这个零基础定位呢，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它必须是要有理工科基础，或者说他对无人机是感兴趣，但是对无人机没有一个框架的了解，所以你可以来学习这门课进行一个补充。同时呢，那些已经学过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门课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大特点呢，就是这个课时它是少而精的，一共只有3节课，而且每一节课不少于1个小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短短的3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让你通过从理论对无人机有一个软件框架的理解，一直到后面硬件组装到调试，最后能进行一个自主飞行任务的一个完成。只要你通过我们的老师一步一步进行上手，你完全都能够对于无人机有一个框架的整体了解。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课程大纲。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门课程。首先来看一看这门课程的整体大纲，它一共分为3节课。在第一节课的前半部分是由我姚月来进行为大家介绍无人机的一个整体框架和无人机专业术语的介绍。在之后呢，会由我们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新一老师来为大家进行软件的介绍和简单的 QAC 地面站的介绍。接下来进入第2节课，主要是偏软件的一个整体的教学，会教你如何进行软件在环反帧以及源码的框架的一个整体教学。在最后也会去对飞控内部通信机制进行一个讲解，这个是对于飞控开发或者说无人机开发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第3节课是我们的实操环节，是由我们阿木实验室的测试工程师唐诗老师来进行讲解的，主要带大家从3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无人机硬件的了解，从组装调试试飞到最后可以去带领大家进行一个自主飞行任务的完成。所以说跟着我们一步一步进行学习，对，从理论一直到最后的实操环节，大家都会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如果你买了无人机，能够亲自把这个飞机调试，并且能够完成自主任务了，在此基础上你再进行一些开发的学习啊，或者其他功能的深入了解啊，都是有极大帮助的。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1节课的目录，主要分为6个板块，前3个板块是由我来进行讲解的。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无人机的由来。无人机它俗称也是 UAV， 它是无人机驾驶航空器，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备，在不搭载操作人员的一种动力高空飞行器的总称。它的功能呢比较丰富，就是它可以进行跟踪啊、定位啊、遥控、遥测和数据传输等等。同时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复杂的空中任务和负载任务。例如我们公司所出的 P450 产品，它就可以完成下面我截图的像室内避障功能和室内跟踪功能，和其他一些我没有列在这上面的其他功能。无人机的特点呢，它是相较于有人机体积较小，重量比较轻，操作简单，制作成本低，使用维护成本低。无人机的地勤保障要求比较低，机动性强。换一种层面来说，它可以去完成一些人类无法去完成的危险级的任务，像地震之后的地形勘测，
火灾之后的人员救援等等。相比较而言呢，无人机的安全风险系数是比较小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无人机的分类，它主要分为这一共5类，我们来一个一个进行了解一下。第一个，关于固定翼无人直升机的了解。固定翼无人机它的优点是续航时间长，载荷大，缺点呢，它起飞是需要助跑的，降落需要滑行，不能进行空中悬停。它多运用于军用、专业及民用。无人直升机呢，它的优点是可以垂直升降，空中进行悬停，缺点就是它的机翼结构较复杂，维护的成本比较高，也是应用于军用和专业及民用的。多旋翼无人机呢，是我们市面上研究或者做开发多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而且是以4旋翼为主的。它的特点就是可以垂直升降，进行空中悬停，结构比较简单，所以易于开发。但相较而言呢，它的续航能力就比较短，载荷也比较小，对于飞控的这个性能是要求比较高的，多运用于消费级和专业级民用。无人飞艇呢，它可以垂直起降，也可以进行空中悬停。相对而言呢，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速度慢，灵活性差。常用领域多用在航拍、空中巡视、大气勘测等等。无人伞翼机它的体积比较小，飞行高度低，成本低，但也正是由于伞翼机它受外界的因素比较大，就尤其是风力影响，所以不能进行高空飞行，常常运用于运动和娱乐这2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6个关键的无人机技术。第一个，飞控技术。飞控呢，它作为无人机的大脑，可以帮助无人机进行一些控制方向，进行一些姿态的控制，包括一些姿态感知技术、规划与协同技术、路径规划技术、协同控制技术等等。传感器技术之所以能作为关键技术，是因为无人机的主要能力都依赖于传感器。成本合理、通用性较强的无人机传感技术呢，在未来会成为无人机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而导航技术也是无人机的关键技术之一。无人机导航是按照要求的精度，沿着预定的航线，在指定的时间内能够正确的引导无人机达到目的地。这就要使无人机能够成功完成预定的航行任务。除了最开始的起始点和目标点的位置之外，还必须知道无人机的实时位置、航行速度、航向等等导航时需要的参数。无人机比较常见的导航方式有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组合导航、地形辅助导航等等。这些导航技术呢，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说，在无人机导航中，要根据无人机担负的不同的任务来选择它适合的导航技术。同样的，自主控制系统呢，它意味着无人机能够在线感知形势，并按确定的使命原则在飞行中进行决策并自主执行任务。无人机的自主控制可以划分为多个层次，它的最高层次呢，就是能够获得和人脑相当的一个操作性能。高效的动力系统呢，是保证了无人机高空长航时大载荷的一个关键。所以说，动力技术对于无人机也是一大关键技术之一。目前呢，这个动力系统它最大的瓶颈在于这个动力源，其中它又分为电动、油动和混动。目前呢，这个电动，也就是我们之前电池技术呢，还是有待突破的。如果未来电池技术可以有效的突破，那么油动和混动也就会很快的被淘汰掉。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地面站技术。地面站呢，它作为整个无人机系统的指挥中心，控制内容包括飞行器的飞行过程、有效载荷的任务功能、通讯链路的正常工作以及飞行器的发射和回收。它典型的地面站是由一个或多个操作分站组成的，它包括了系统控制站、飞行操作控制站、任务载荷控制站等等等等，包括系统维护这些要求。